今天不讲房子了，给大家讲个故事吧。故事的主人公正在离婚进行时，老婆孩子跑了，父母离异且丧父，而且马上要失业了。你猜猜他在加拿大该怎么生活呀？不卖关子，今天要讲的人就是加拿大现任首相，外号小土豆的 Justin Trudeau。这期视频真的内容非常的丰富，做了很久的准备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免费的赞，关注一下，并留下你宝贵的评论，让更多朋友可以看到本期视频。这边写过了。大家好，我是 Norman。最近八卦的小风这么一吹，吹到了我们的首相小土豆身上。结婚18年，育有3个娃的模范夫妻 Justin 和 Sophie 正式分居了。在加拿大，离婚是要先分居1年的，所以大家可以理解为 Justin 已经某种意义上在离婚进行时了。个人感觉，这对 Justin Trudeau 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。在加拿大历史上，只有2个在任的首相离婚了，他们分别是小土豆 Justin Trudeau 和老土豆 Pierre Trudeau。看来离婚这件事儿可能也会遗传呐。他继承了意大利的光荣的传统。在全民八卦都在吃小土豆瓜的今天，我也来跟大家回顾一下 Justin Trudeau 的生平和执政期间的操作。要说清小土豆如何成为 Prime Minister 首相的，我觉得有必要从小土豆爸爸的爸爸的爸爸聊起。那是根正苗红的魁北克正蓝旗 Francophone 啊。小土豆的太爷爷 Joseph Trudeau 是一个半文盲的农民 farmer， 但是呢，太爷爷的岳父是魁北克 Saint Constant 的市长。你想想，市长家的女儿为什么要嫁给一个半文盲的农民呢？显然，这个 farmer 指的是大地主土豪，并不是佃农。市长家的女儿，也就是小土豆的太奶奶，坚持自己家的孩子要接受最良好的教育。得益于太奶奶的坚持，小土豆的家族开始了逆天改命。有一些朋友吐槽我念名字发音啊，这次我专门查了一下，小土豆的爷爷沙赫勒米拉出斗学习了法律，成为了律师。从业10年后，沙赫勒米拉及其家族其他成员修建并经营加油站生意，赚到了一大笔钱。鼎盛时期有30多个站点，家族还投资了矿产和蒙特利尔的棒球队。富裕家庭出身的 Joseph 在儿子沙赫勒米拉的努力下，为土豆家族完成了从小康跨入资产阶级的转变，从土豪走向了贵族。小土豆的爸爸老土豆 Pierre 继承了家族的光荣传统，继续当了律师和法学教授，并且在律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参与了政治。西方政治家的一贯路径就是先赚钱，然后当律师，最后参政，这样的3部曲。老土豆 Pierre 除了中间被短暂选下去了一段时间，基本上连续从68年到84年长期执政，作为加拿大的首相。Pierre 所在的自由党一直强调多元文化，也就是自由嘛。作为首相期间， Pierre 也是创造了不少重要的政绩的，比如推出了更灵活的离婚法、同性恋合法化、堕胎合法化、取消死刑、促进更多的移民，以及促进魁北克留在了整个加拿大体系之内，并和中国发展了关系。这里呢，也来八卦一下老土豆。老土豆一共有4个孩子，首相在任期间71年和比自己小29岁的 Margaret Sinclair 结婚，6年内生了3个娃，包括现任首相小土豆 Justin Trudeau。老土豆和 Margaret 在77年就分居了，84年正式离婚。老土豆也是当时在任期内唯一一个婚姻亮红灯的加拿大首相。82年 Margaret 在环球邮报的采访中也透露，自己的生活陷入了老式的婚姻中，离婚后希望有自己的生活和事业。离婚后1991年，老土豆和另外一个 Margaret Deborah Margaret Coyne 生了唯一的一个女儿，也就是她第4个孩子 Sarah Coyne， 现年32岁。数学好的朋友帮我算一下，1991减1919等于几啊？感叹一下，老爷子身体真好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不同的是，有的人生而为罗马，有的人生在罗马。如果一个人的爷爷有几10个加油站、1支球队这样的巨额财富，自己的爹曾经16年之久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，小土豆已经不能只是用含着金汤匙出生来形容了。小土豆从出生就一直住在24 Sussex Drive， 这是加拿大首相的正式府邸，直到老土豆不再担任首相为止。
您猜怎么着？1984年搬走之后，2015年小土豆当选首相，人家又搬回来了。可以说，小土豆是在这里住过最久的人了，没有之一。出生并居住在首相府，那可是谈笑有鸿儒，往来无白丁啊。进进出出的都是朝廷大员和各国公使。问一下，12岁的时候大家在干啥？我12岁的时候，当年是在考济南外国语学校的初中部的。小土豆12岁跟着他爹在北京受到了邓公的隆重接见，发挥着吉祥物的作用，促进了当时的中加关系发展。小土豆由于家族传统和常年居住在渥太华、蒙特利尔，早年便积累下了良好的法语和英语的底子。法语在加拿大是最高级别的政治正确，也是参政的敲门砖，很像以前在欧洲大陆学习拉丁语。小土豆在各个场合的演讲中也经常无缝衔接地转换英语和法语。深受家族影响的小土豆在上学期间就经常参与政治活动，正式投身政界前还在温哥华做过教师，以及在非营利组织中任职。非常意外的是，小土豆第一次正式出圈其实是2000年老土豆的国家葬礼。小土豆当年28岁，那真是风华正茂，挥斥方遒，帅得一逼啊！在网络不发达的当年， CBC 播出了小土豆在葬礼的发言之后，收到了大批观众蜂拥而至的请求，希望电视台可以重播小土豆的葬礼演讲。有机会也欢迎大家可以去听一下。小土豆的演讲天赋在那个时间便已经展示得淋漓尽致，也收获了大批的粉丝。 And that's when I understood just how powerful and wonderful my father was. 时间来到了2007到2008年，这是小土豆生命中的重要转折点。他第一次以 Rookie 新人身份当选了自由党，也就是当时的官方反对党的国会议员 Member of Parliament。 2011年，自由党来到了党史的最低谷，联邦选举中被 Olivia Chow 的老公 Jack Layton 领导的 NDP 成功的挤到了加拿大第3大政党的位置。可以说，自由党在那个时间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危机。同年，小土豆再次当选国会议员。2013年，小土豆在自由党内赢得了党内选举，正式成为了自由党的新任党魁。2015年，个人魅力强大、年轻帅气、家庭和睦、粉丝众多的小土豆，凭借着自己对中产阶级的许诺和肯尼迪式的和睦家庭的 image， 成功吸引了一大票核心家庭观念的中产阶级票仓，带领自由党在联邦层面当选，并出任首相，开启了迄今为止8年的执政历史。小土豆执政至今都干了哪些事呢？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。我这边尽量做到客观公正，不过也没办法每一条政策都解读到，大家见谅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，也欢迎把你的看法放在评论区。2015年，小土豆竞选的核心纲领是塑造一个强大的加拿大中产阶级。那么他做了哪些事？有没有实现这一要求和愿景呢？简单的总结一下，小土豆领导的自由党政府对内的执政策略主要是更多税收、更多福利、更多自由、更多移民。第一点，更多税收、更多福利。首先要说明，自由党是中间偏左的政党，所以天然属性就是高税收、高福利。这个问题在 Olivia Chow 的讲座里我也专门详细的说明了，没看过的朋友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具体如何更多税收、更多福利呢？我来举几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例子。首先是增加税收的举例，小土豆小幅降低了收入中等人群的税收，也就是44700块到89401块的人的税收，同时提高了20万以上年收入人群的税。除此之外，小土豆还增加了碳税，这也是为啥我们看到最近的油价实在是越来越高了呀。另外还增加了 CPP 的强制交款数额。另一方面，我再来给大家举几个增加福利的例子。疫情期间，自由党政府每个人每月发了2000块钱的救济款，同时给中小公司、房东租客发了大量的补助。自由党还给了低收入人群牙医补助，幼儿园大幅度降价，产假延长到18个月。这些高税收、高福利的政策好不好呢？大家喷的最多的可能就是最近开始大幅增加的碳税吧，汽油价格确实是贵了很多的。其余部分交给屏幕前的各位评说。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肯定是净贡献了的，而不是净占便宜了的。制定更高的清洁环保标准以及征收碳税，实际上是政治特别正确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的阳谋。拜登也好搞这个事，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多，我可以再出一期视频聊聊这个话题。第二点，更多的自由。
小土豆延续了自由党的自由精神和他爹老土豆的改革逻辑，想办法让加拿大变成一个更为自由的国度，进一步松动堕胎权，进一步保护 LGBT 群体的权利，安乐死合法化，大麻合法化，禁枪。总的来说，这一系列政策我个人觉得还是 OK 的，包括禁枪其实也是给不使用枪的人更多自由。不过大麻什么的就算了，现在加拿大大麻店的密度感觉已经超过快餐店了。第三点，更多的移民以及难民。小土豆政府在任期间巨额增加了移民数量，21到22年一下子来了接近50万人，未来几年也会继续以现在的移民规模来增加外来人口。当然，除了各种异议渠道的移民，小土豆政府也接纳了无数的难民。很多人抱怨说我辛辛苦苦的想办法打高分打了半天拿不到500，老是抽不中，难民命多好，直接给了身份。Olivia Chow 也说，多伦多难民太多，没地方住了呢，大家要敞开房门，便宜租给没地方住的人。我猜这套房子应该是优先被拿出来便宜租给大家的，毕竟身先士卒才有说服力招这么多移民合理吗？相信大多数还没拿到移民的朋友肯定欢迎这个政策，增加移民确实是有它的合理性的。加拿大作为老牌发达国家和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的国家之一，确实非常稀缺劳动力，老龄化和劳动力不足一直都是限制加拿大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在肉眼可见的迅速吸纳移民人口的政策影响下，积极的方面就是从小土豆2016年开始执政之后，加拿大年龄中位数上涨的速度和老龄化得到了比较有效的控制。当然，这也少不了使用故意猛放年轻人进来，同时卡住他们爸妈的卑劣手段。不知道屏幕前的各位爸妈移民办好了吗？移民多的弊端是啥呢？答案是造的房子不够住16年到现在，房价确实是暴涨了一大波的，所以2015年选土豆上台，并且拥有一套及以上住房的中产阶级，明显是土豆政府巨量移民政策的直接受益者。看了一圈，好像似乎也许可能上面的政策没有什么大问题。那为什么我说小土豆要失业了呢？根据最新的民调，小土豆政府如果立刻重新大选，肯定会被选下去。保守党已经比较明显的领先自由党的支持率了。如果现在的生活、经济、政治环境持续下去，小土豆在2015年任期结束前不能有翻盘级别的施政表现，极大概率下届政府会是保守党政府。那么是什么造成了小土豆政府支持率大幅下降呢？我个人觉得大致的原因是这样的：随着22年开始的一大波加息和多年来移民数量的暴涨，住房可负担性确实严重的挑战了加拿大的整体活力。尤其是21年到22年按 1.2% 的利息借了活期利率的一批买了裸泳房的人，现在可以说是苦不堪言没买房子租房的人也没好到哪里去，毕竟连续2年房租已经2位数百分比上涨了，多年来房租每年涨 8%， 吃不消吃不消。现在的通货膨胀率水平整体来说也是比较高的，加上碳税、油价也猛涨，利息也在涨，似乎那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不再那么稳健了。15年买了房子的人固然明显受益了，不过想在今天从零开始成为一个新的中产阶级，门槛却也提高了很多，更不容易了。虽然政府也想了很多办法要多建房子，喊了口号几年建几百万套房，但是这些房子并没有被真正的建出来，起码没有在小土豆任内被建出来。住房危机可以说是来到了空前的越来越严重的程度。这个世界不看努力值给评价，大家只看结果。Unfortunately， 我觉得住房危机为主的生活成本上升打击了中产阶级，成了压垮小土豆支持率的那一根稻草。加上 Sophie 的离开以及小土豆年龄上涨，年轻英俊不在，合家欢的形象也受到了影响。靠合家欢形象赢取养娃核心家庭的选票不再那么容易了，毕竟认同感没了。多说一句，当顶级政客的贤内助真的是太难了。奥巴马的太太米歇尔就在奥巴马8年总统任期卸任后说道，当第一夫人真的是极其困难的一件事。美国其实还好，每个总统最多2个任期，8年有期徒刑。加拿大没有任期限制，对当首相9的第一夫人来说，或者第一先生来说，可能得算是无期徒刑了。老土豆的老婆受不了了，就是前车之鉴。类似的，日本天皇的老婆也坦言死后拒绝跟天皇合葬。你看看这是什么仇什么怨？相信这也是男政治家的太太容易抑郁，女政治家大多单身的原因吧。对了，合家欢这一手嘛，大家都会。你看第一反对党首领Pierre Poilievre，人家也会。
虽然必须承认小土豆的颜值还是比 Poilievre 高的比较明显，但是架不住人家叫 Pierre， 不要忘了叫 Pierre 的人那可是小土豆他爹。2025年我们就会见分晓了，两党纷争之下看谁是爸爸。如果按我视频开头讲到的推断，Trudeau 快失业了，那么失去37.9万加币年薪工作的小土豆失业后的生活会不会非常悲惨呢？答案可能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。你猜猜小土豆身价是多少呢？答案是9700万美元，约合1.3亿加币，其中一半左右4700万美元是从老爸那里继承的，还有2000万美元是房地产投资，700万美元是股票投资，其他各种零零总总收入差不多1300万美元。所以小土豆退休之后肯定不会生活异常悲惨的。爸爸的快乐你想象不到，你知道吧？好，这期跟大家八卦了一下加拿大现任首相 Justin Trudeau 和他的家族。如果喜欢，麻烦一定帮我点个赞，留个言呢。我尝试做的非地产类型的视频屡屡受挫，每次的点击量都是断崖式下跌。为了让更多的朋友可以看到这个视频，你动动手指将会是最大的帮助。谢谢各位了。点关注不迷路，房子上的问题找 Norman 就够了。